6月7日至8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出席东亚合作系列高官会，支持以东盟方式推进区域安全合作，支持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和争端。孙卫东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点名批评美国将亚太拉入军备竞赛漩涡，对外释放了何种讯息？6月7号至8号，东盟与中日韩高官会、东亚峰会高官会和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在老挝万象举行。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率团出席。孙卫东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区国家就当前形势下把握东亚机制发展正确方向，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等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今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和外长会做准备。孙卫东强调，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分享机遇，共同发展，各方应支持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支持以东盟方式推进区域安全合作，支持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和争端，要立稳良性互动正确认知，视彼此为伙伴而非对手。会议就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缅甸、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和新兴领域合作交换了意见。中方阐述了在有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对美西方涉华谬论予以严正驳斥。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目前南海的最大安全挑战来自域外。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从地缘政治目的出发，操弄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推进在南海军事部署和行动，挑唆激化涉海分歧和矛盾，损害沿岸国正当权益。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致力于按照双轨思路，同南海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争议，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断取得新进展，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针对美国在本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中方指出，美方做法将本地区拉入军备竞赛漩涡，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地缘冲突的阴影之下，严重开历史倒车，严重危害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域外势力在本地区挑起军备竞赛，坚决反对将地区国家当作霸权工具和地缘战略棋子。东盟等与会国家普遍强调，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团结不要分裂，呼吁加强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携手维护东亚地区长期和平稳定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包括中国，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我们这些地区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我想呢，这种呢就代表了一种地区合作的一种潮流。那与此相对立的呢，就是美国。那么呢，它通过建立四边安全机制，建立印太经济框架，各种各样的小多边的机制，推进它这种以它为中心的维护它的地区霸权的这种地区的封闭排他的地区秩序。美国在地区合作的立场上呢，其实是越来越倒退的。地区秩序要往哪个方面走，包括今后的一段时间，我想这个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个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东亚合作系列高官会举办的前一天，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在新加坡举行了首届清洁经济投资者论坛。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出席了此次会议。他在会上反复强调，美国要向伙伴国证明，将持续积极参与印太地区事务，而不只是口头上说说。据组织方放出的消息称，美国拟投资230亿美元，推动地区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但参加会议的斐济副总理透露，印度和越南尚未签署该协议。美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部分国家表示会尽快签字，但目前还没有动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对深圳卫视表示，部分东盟国家选择不跟进，与美国公信力缺失有很大关系。美国在推进印太经济框架、公正能源转型倡议以及其他的项目中，屡次在资金承诺上爽约，而且还设置了诸多障碍。我想从雷蒙多这个讲话本身，我们就能感觉到，美国实施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就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如果他真的做出了什么实际的举动，那他其实不需要在这种场合，在这种级别去强调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印太经济框架4个支柱，这次的清洁经济支柱，相对来说各方分歧比较少的地方。那么呢，即使这些分歧比较少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像越南啊、像印度，它都没有去参加，其他国家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反馈。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就
这恰好证明了美国在实施印太战略的过程之中呢，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这种操作。去年11月，印太经济框架首脑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对于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政府迫切希望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因为这不仅标志着美国在经济上顺利重返亚太，也标志着美国给亚太地区各国提供了替代与中国经贸往来的方案。按照美国的设想 ，IPEF 包括4大支柱：供应链、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以及贸易。不过，其中最为关键的贸易，各国始终无法谈拢。但即便如此，拜登政府为了其遏华战略能够尽快实施，还是决定于2024年组织各成员国重新调整贸易谈判。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曾透露，目前各成员国仍未能就改善劳工、环境标准或合规性达成一致。包括越南和印尼在内的一些国家，甚至直接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劳工权利标准要求。此前，在国内企业的压力下，印度已经宣布退出印太经济框架贸易谈判。这也意味着该组织框架下的第一支柱协议基本已经宣告破产。而且，从此次清洁经济协议的签署情况来看，该组织剩余的3个支柱协议是否真的在其内部达成了一致，也值得怀疑。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年2月报道，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在贸易领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不大，美国自己正在成为障碍。报道称，美国政府表面上愿意继续谈判，但执政党民主党寻求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吸引更多选民，加大了对国内政策的专注度，因此对谈判持强烈反对态度。拜登的民主党内就有2名参议员敦促白宫彻底放弃印太经济框架，其中之一是参议院银行业主席谢罗德·布朗，他认为该框架的贸易领域不可接受，而共和党内则趁机攻击此框架是一项就业外包协议。上述指控也将对2024年民主党的总统选举造成不利影响。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呢，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他当选，他上台，他一定会，废除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结束这种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所以我想地区国家其实心里也非常清楚，将来呢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有相当大的不确定的因素，和拜登政府继续达成一些协议呢，其实将来呢也不一定会兑现。分析认为，美国过度关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而忽视经济发展需求，是导致美国印太战略失败的原因。近来，菲律宾在美国支持怂恿下，频繁侵闯中国南海岛礁，还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南海展开演习和联合巡航等军事活动。分析人士指出，大多数东盟国家希望南海和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美国为自身霸权利益在南海挑拨矛盾分歧，所作所为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不得人心。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国际商务问题的副研究员蒂伯特·德纳米尔认为，这次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是以往谈判的延续性进展，没有什么突破。他表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退出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公信力缺失。现有的印太经济框架在贸易支柱方面又与东盟国家之间缺乏协议。相比较而言，中国牵头的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更加成熟，比前者在亚太地区更受欢迎。中国和东盟国家呢，现在实际上是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基础设施方面呢，在“一带一路”的这种指引之下呢，中国东盟关系呢也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阶段。拜登政府在运作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呢，在印太经济框架很多的措施都还没有落地，连一些基本的协议都没有形成。到目前为止呢，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一些目标。这些东西呢，其实呢，对于中国东盟合作的整体的大势来说呢，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6号，印太经济框架首届清洁经济投资者论坛在新加坡举行，与会各国达成了 IPEF 清洁经济协议。美国拟投资230亿美元推动地区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但据报道，印度和越南尚未签署该协议。美国的230亿没换来印度、越南点头，您是如何看？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来推动这个清洁倡议呢，应该说目前呢是雷声大雨点小。第一个就是这个230亿呢，它是一个意向，能不能落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里面包括美国内政的因素，也包括这个政府和私人投资的这样一个比例。那么第二一个呢，
对于签与方而言呢，它实际上是要承担一定的义务的，包括一些环保的标准。那么这也使得一些国家呢是感到犹豫。第三一个呢，美国的此举它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大国竞争的这样一个色彩。那么事实上它是逼迫地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选边站队。那么像印度啊、像越南这些国家，他们实际上知道与中国和美国同时保持良好的一个关系是符合他们的这样一个利益最大化。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基于以上几点的考虑呢，像印度、越南这样的国家，它其实是非常的犹豫。实际上，包括地区其他国家，对于签署这个协议的，实际上心里面也是有担忧，因为他们也知道美国的这个承诺并不会完全兑现。那么，所谓的清洁协议可能只是一个噱头而已。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宣布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时称，印太经济框架愿景已成为现实。但有专家分析，这一旨在对抗中国地区影响力的组织，基本不会走得太远。您作何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印太经济框架呢，它是有明显的这样一个对华的一个针对性，也是美国采取这样一个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工具。它违背了地区合作的这样一个主流的趋势，也分化了地区的这样一个供应链、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长期相互依存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应该说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呢，它现在更多的是胁迫一些国家在地区分化，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呢，它违背了经济合作的规律，并不符合有关各方的一个利益。它和此前美国的这个 TPP 而言呢，实际上是这种新瓶装旧酒，是试图通过这种经贸方面的一些标准而取代地区经济互补、经济合作的这样一个共识。所以从长远来看呢，应该说这个协议它能走多远，还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